去年蓝厂的 X90 Pro 加虽然说是早早发布，但是因为堆料全面，加上广域超声波屏下指纹这个独特卖点，即便是几个月之后 PK 各家新发布的大杯、超大杯，也能够做到无误开，被网友呢称为手机界美队。所以呢，今年 X100 超大杯的期待值属于是直接拉满了，满到什么程度呢？你满了，我就卖出来了。这个机子啊，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出现了爆料，大号呢为灭霸。但这都快24年3月底了，依然是没有要发布的迹象，甚至呢还有传闻说灭霸机要推迟到5月份才发布。那么在 X100 Ultra 发布之前，蓝厂硬件规格最强的常规旗舰依然是这台 X100 Pro。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台机子的优缺点，同时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灭霸机吧。X100 Pro 发布的时候，官方表示这个机子对标的是上一代 X90 Pro 加，蓝厂内部也把它作为超大杯机型来定位。但很显然，这话呢只针对它的优点部分就像我们标题提到的，这个机子和常规大杯机型追求全面均衡不同，它的部分堆料配置体验就是一个中杯水平，但是也有一部分规格是超大杯水准属于是一面中杯一面超大杯。我们先来说说它不够 Pro 的地方虽然说 X100 Pro 是曲面屏但是上下左右边框宽度其实呢还不如一部分直屏中杯，也不如小米14 Pro 这种等身4曲面来的顺眼，前摄开孔也是要大上一圈。说到这里其实 X100 Pro 不符合 Pro 定位的部分呢，基本也都在正面了比如说这个短焦指纹，都5000档了，怎么地也得用个超薄屏下吧。因为短焦指纹太靠下，再加上主打拍照的机子往往都会有些头重脚轻，日常解锁呢确实很不顺手。既然官方说对标 X90 Pro 加，那么这么好的超声波屏下指纹咋就不对标一下呢？这块 1.5K 屏综合显示素质放在中杯机型上算是中规中矩，但和同价位一些2K 屏机型相比呢，综合显示效果存在一些差距。全屏峰值激发亮度在1448尼特，但是手动亮度呢偏低，第三方应用最高呢只能到500尼特出头，也不支持 B 站的杜比世界视频播放。可视角度上，我们这台小角度倾斜就会出现局部偏蓝。当然，X100系列屏幕发售初期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屏闪这块的表现不太理想。虽然说75尼特以下呢是2160赫兹的高频 PW 调光，但是中高亮度的360赫兹占空比呢不算高，常用亮度区间SVM 值呢大多都在0.4以上。不过屏闪这块，蓝厂呢算是比较听劝的，后续推送了这个全高频调光功能，在2到600尼特亮度区间都是2160赫兹。更新之后复测呢，应该是当下我们测试过的机型里面SVM 值最低的，直接从之前的0.4左右降到了0.04左右。全高频调光屏闪不错，但是呢也存在一定代价比如说功耗比默认的略高些当然因为 X100 Pro 电池容量本身够大，续航的影响呢我觉得完全能够接受。另外一个不足官方呢就没有说了，开启全高频调光之后，全屏激发亮度实测下来呢只有800尼特左右，户外能见度要比默认呢差了许多。所以理想的方案呢还是 OPPO 和小米那种中高亮度细黑条 LDC， 中低亮度高频 PW 调光，屏闪 OK 也不会影响其他体验。估计这也是为啥蓝厂把这个功能安排在开发者选项里面的一个主要原因了。那么它比一般大杯机型更 Pro 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看 X100 Pro 的相机模组，基本就能够窥探这台机子的优势环节了，那就是拍照。虽然说现在小米和 OPPO 都已经发布了自家的超大杯机型，但是从综合的成像画质上来说，X100 Pro 并不会输给小米14 Ultra 和 X7 Ultra 的多少。得益于 f2.5 光圈和蔡司的 APO 认证镜头，X100 Pro 上的这颗4.3倍潜望长焦，综合画质表现确实很不错。比如说同样10倍模式，理论上 X100 Pro 从4.3倍才上来是存在一定解析力劣势的，但实际效果上来说X100 Pro 的表现竟然要略强于Find X7 Ultra 的小光圈6倍长焦。和小米14 Ultra 的大光圈5倍相比呢，光线良好的情况下，X100 Pro 的10倍远景解析力还是要差一些的。到了晚上 f2.5 光圈加持，X100 Pro 绝大多数场景长焦呢都可以正常调用。Find X7 Ultra 的6倍，在这种场景下则容易切回3倍变成数码裁切，因为自动夜景算法介入更加积极，有些场景 X100 Pro 的画面纯净度、降噪表现，甚至要比14 Ultra 的5倍长焦还要更强，表现的超预期。因为是浮动镜组设计，最近对焦距离呢是18厘米，平时完成一些微距拍摄也是毫无压力的。属于是用一颗潜望长焦镜头做到了无论远近不分昼夜都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X100 Pro 和之前的 X90 Pro 加一样，内置鲜明、质感、蔡司自然3档，但是默认的鲜明模式确实更好出图。
引用魅族老哥的话呢，就是让蓝天更蓝。多数场景下，整体的画面观感呢会更加鲜亮，日常发朋友圈啥的是比较讨好眼球的。当然有时候也会过于腻歪啊，比如说这组草坪颜色的还原上，X100 Pro 就明显偏黄了，和实际的观感差距呢比较大。主摄的解析力方面，X100 Pro 有些场景放大看，细节呢确实要比14 Ultra 和X7 Ultra 呢更强些，观感来说也挺自然的，并不是说强行锐化后的效果。但确实啊，也有部分场景看着像是过度锐化啊，比如说这组样张放大看，树枝、树皮部分的高光都开始明显泛白了。夜景方面，这几家的自动夜景算法目前来说都已经很成熟了，大多数城市夜景呢是拉不开明显差距的。成像风格上，小米14 Ultra 呢是更突出夜景的氛围感，明暗对比呢会更加强烈。X100 Pro 呢则是更强调整个画面的动态范围，高光压下来，同时暗部的细节呢也会更加丰富。在拍摄一些高亮灯箱时，蓝厂的表现呢依然会更胜一筹啊。不过这组样张里面，X100 Pro 地面的颜色呢会有些泛绿，另外2台呢则正常。夜景的拍摄体验上，X100 Pro 除了极限落光场景，大部分的城市夜景拍摄呢都是可以咔咔快拍，不影响前台快门。实际的多帧合成计算速度呢也很快，拍摄体验稍微好一些。至于X100 Pro 拍照方面需要提升的点我觉得主要有2个。首先是4.3倍长焦，等效焦距呢是100毫米啊，有些场景随手拍这个焦段还是太长了。小米14 Ultra、Find X7 Ultra 都有一个70毫米左右的中间焦段做接力，焦段覆盖范围呢确实用起来会更加舒服。同样3倍，X100 Pro 呢就只能基于主摄裁切了，画质会弱许多。这点呢也体现在人像环节，X100 Pro 人像模式中85毫米焦段应该是用了主摄加长焦的融合算法。实际的拍摄画面，人物脸部呢是清晰的，但是除了人脸，包括颈部、发丝、衣服的细节都是糊的。另外就是人像模式或者说高倍率变焦，X100 Pro 有时候呢会遇到一些算法过度 AI 的情况，比如说这组10倍样张，建筑顶部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歪歪扭扭的痕迹。小米14 Ultra 仔细看呢也会略微有些，但至少不会一眼怪异。再比如说这组2倍人像样张，大家呢都是基于主摄裁切，X100 Pro 额头位置的头发丝细节就看着很假，甚至一部分眼线呢都快 P 成头发了。这明显呢也是过度 AI 导致细节优化翻车的案例。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所有人像都会这样比如说这组样张看起来就比较自然，肤色呢也是比较好看的。天玑优化看蓝厂，这个印象更多的还是基于 X80 那一代产品。当时天玑9000平台机子确实只有蓝厂把天玑的日常流畅度、拍照呢给优化好了。之后的天玑9000X90系列的日常流畅度、拍照没啥问题，但是游戏优化这块，蓝厂的天玑机型反而要比其他家呢弱些。那么X100 Pro 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实测，最新系统版本下用性能狗测试帧率，原神虚拟地图跑图平均呢是59.4帧，功耗呢是5.4瓦，温度不高，全程帧率大多数时间呢都是尽可能往60帧去顶，帧率稳定性呢也很不错。崩坏星穹铁道星海中枢跑图平均呢是56.6帧，整机构呢是6.3瓦，机身最高呢是45度左右。前面10分钟这段帧率挺稳，但是后面呢触发了温控 ，CPU、GPU 开始降频，帧率呢也是开始一路蛇形波动。同样天玑9300 X100标准版的帧率反而会比较稳，这就比较离谱了。一开始呢我还以为是机身散热的差异但实际上呢还是调度优化的锅。X100 Pro 游戏过程中4个X4大核的频率一开始呢要比X100猛很多。前面3分钟最高能够飙到 2.8GHz 和 2.9GHz， 游戏后半段呢最高频率会限制到 2.0GHz 加 2.2GHz， 但理论上4个X4大核这个频率跑新田呢也是没有任何瓶颈的，大概率呢就是后期 GPU 强制锁屏导致帧率出现蛇形波动。参考X100的4个X4频率，全程控制在 1.9 加 2.0 这个频率上限动态调频，帧率更稳的同时功耗呢还更低这波呢是属于标准版反向 KO Pro 版了。不过有一说一这个机子日常流畅度优化很不错，Orange OS 4.0 动画优化功劳不少，程序打开快速切换，响应速度呢是飞快，动效丝滑流畅，算得上是今年这波旗舰机里面日常流畅度的佼佼者了。不过呢，前提是你手动关闭这个机子默认的 ProMotion 功能。X100和X100 Pro 默认到手的这个120赫兹虽然说没有锁应用到60赫兹，但是很多信息流滑动看着呢像是90赫兹的效果，并不是太丝滑。手动锁定120赫兹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室温25度环境下，在我们300尼特亮屏续航测试中，X100 Pro 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58分，表现不错。5400毫安时电池搭配100瓦快充，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2.61瓦时，完整充满耗时呢是31分钟。那么今年X100 Pro 的实测表现符合你的预期吗？可以走一波弹幕。总体来看这个机子和常规的 Pro 机型相比，主打的一个就是拍照上的差异化。
整个产品定义呢，并不是追求全面的水桶 Pro 啊，比如说正面的颜值落后、短焦指纹、综合素质不算突出的 1.5K 屏、9595规格的马达，对比很多 Pro 机型上用的1016，系统质感方面也是存在差距的。日常流畅度表现、续航、快充这3点呢无短板，尤其是2009-24的动画确实比较细腻丝滑。但星铁这种高负载游戏调度呢存在些问题。拍照表现称得上超越所有 Pro 机型，更接近于超大杯水平，尤其是这颗4.3倍的长焦。无论是望远、夜景还是微距，算是比较全面了。和最新的2台 Ultra 机型相比，劣势呢在于70毫米左右的焦段没有覆盖到，主摄裁切到3倍，画质会比较吃力。所以接下来X100 Ultra 如果不上双长焦，那么就得把大底潜望长焦的原生焦段放在3倍左右，再配合大底高像素传感器和 APU 镜头，实现更好的焦段覆盖和更强的裁切效果。至于屏幕的话，大概率就是iQOO 12 Pro 上的同款2K17了。但是正面的屏幕形态得好好改一改啊，上个等身4曲面或者说窄边直屏这种，要比现在这种双曲面、宽额头、宽下巴呢好不少。而这个广域超声波屏下指纹啊，怎么地也得在今年的X100 Ultra 上重新安排一下吧。至于X100 Ultra 能不能延续X90 Pro 加的辉煌，我觉得时间、价格呢都很重要。如果说是5月左右发布，那么 Find X7 Ultra 和小米14 Ultra 的价格大概率也已经是挤掉了很多水分，到那会儿价格呢会更有竞争力。当然也不排除X100 Ultra 一上来就定一个比较香的价格，在618之前呢冲一波销量。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X100 Pro 的体验分享，以及对于X100 Ultra 需要加强哪方面的一些预测。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当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